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1年在这个执行这个沙克尔顿计划的一些部分的成果。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呢，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有相当多有趣的发现了。那其实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一个纤毛的这一个研究上面，其实是在国际上是相当先进的一个领域哦，它基本上算是一个相当新兴的领域。因为纤毛过去呢，大家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纤毛在很多的这个细胞里面啊等等，好像只是一个痕迹的器官，它只是过去的一些这个功能呢，并不是太了解。那最近几年呢，慢慢发现纤毛有相当多的有趣的这个生物的功能之外呢，它也造成一些疾病哦。那我本身呢，是在做这个大脑的发育跟神经的一些疾病。那我们的共同主持人王婉金老师跟李玉俊老师呢，基本上他们是在做纤毛相关的研究，非常这个卓越的这个几位学者。那我们的这个纤毛呢，就像我们的细胞里面的天线，那大部分的细胞里面事实上都有所谓的初级纤毛。那这个纤毛就像这个它会接收到一些外来的一些讯息。这些讯息呢，会帮助我们，比方说在眼睛啊，或者在手的发育，还有这个 kidney 我们的肾脏还有这个生殖器官我们的这个精子就是一个特化的纤毛就是我们的鞭毛，以及心脏的发育还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大脑相关的这个发育所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团队大家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到，非常的年轻。我们这个几乎都在45岁以下。那我本身在脑科学研究所、阳明大学王婉金老师清大的林玉俊老师。那我们呢有相当多的这个合作者，包括我们的法国居里研究所的这个 Olivier Eho 非常有名的 cancer 方面的专家我们生化所陈维义老师，Brian 周呢是那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癌症中心叫 Sloan Kettering 的 PI。那廖仲奇老师是前几年回台湾这个中研院分所做显微镜非常这个著名的老师。那以及刚刚也有提到这个叶志光老师呢是在做这个超声波的这个研究。那这个主题计划的这个发想呢，主要是在几年前呢，我跟法国Olivier Eho 他们的一个合作的研究计划。那过去呢，他们已经看到说，这个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叫 medulloblastoma 叫做小脑水母细胞瘤里面呢，它事实上呢是有相当严重的后果。比方说这些小孩子可能会突然就昏迷啦，或者是一些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小脑产生肿瘤。事实上，在小儿的这个恶性肿瘤里面是占相当高的比例，大概占了14.5% 左右，是小孩子里面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那过去的研究也发现，有一个transcription factor 转录因子叫 ATO1 呢，事实上在这些小脑这个水母细胞瘤的其中一个 type 它是会有过度表现的。那可是大家对这一个 ATO1 这一个 transcription factor 的功能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所以呢，我们就发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法，叫做小脑的电穿孔，不是非常的灵敏。这个小脑的电穿孔呢，帮助我们在这个小脑里面呢，小老鼠的这个出生的小老鼠呢的小脑里面打入我们的 DNA。那打入 DNA 之后呢，再用电极呢，把一些 DNA 电到我们的小脑的这些干细胞里面。那这些干细胞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绿色荧光蛋白呢来看它这些干细胞的一些发育跟发展的过程那我们就发现在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老鼠里面，它的神经干细胞是在这个小脑靠比较表层的外侧。那慢慢的随着时间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细胞呢慢慢跑到这个里面来。那可是呢，我们把 ATO1 把它给过度表现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细胞呢事实上不太会跑下来很多细胞都还在这个上面。那在这个上面它还做什么呢？它事实上就保持了一个神经干细胞的一个状态。于是呢，那细胞就过度的这个 proliferate 过度的这个分裂，那就形成了这个肿瘤。可是它的机制还是不知道。那我们非常非常凑巧呢，就发现了这些这个小脑的干细胞里面呢，它事实上呢是有
这个初级纤毛的。那我们也发现这个ATO1 呢，事实上是控制了初级纤毛很重要的几个蛋白质的一个表现。那于是呢，就让这个初级纤毛在这边过度的活化。那于是呢，这过度活化的这些小脑干细胞呢，就一直进行细胞分裂，那形成了这个小脑的这个水母细胞瘤。那我们这个 paper 呢，发表在这个发育生物学里面最好的期刊 Developmental Cell 里面啊，在2019年的1月的时候。那随着这一个paper 的发表呢，我们就希望呢来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有哪些对于这个小脑这个发育啊以及这个纤毛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报章杂志以及公共电视呢都有这个大幅的报道。那我们也一直在去年呢持续的与法国的这个交流。那这个什么是我们的 cilia， 我们的纤毛？事实上，刚刚已经讲，这个就是一个纤毛的一个构造。那外面有一些 signal 呢，它就可以来传到我们的神经传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呢，然后让某些的这个基因做表达。那于是呢，它就会影响了很多的功能，比方说细胞的分裂分化细胞的这个移动还有一些这个 tissue 的 homeostasis 等等的。那这些功能呢，其实都是在 cilia 里面非常重要的。那 cilia 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也是相当有趣它是从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中心体，然后呢慢慢呢有一些vesicle 一些囊泡呢慢慢连接到这个 vesicle 这个中心体的上面这个 subdistal appendage 这个地方，然后呢慢慢突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构造。那这个过程呢，相当的复杂。那它的这个形成呢，的 regulation 等等也是这个科学界想要一直攻克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好，那为了要攻克这个主题呢，那因为它的这个中心体非常非常小，它的这个cilia也非常非常的细微所以呢，我们又使用了这个非常这个酷的一个这个microscope 这个超解像力显微镜，这个是传统的解像力显微镜。那这个呢是超解像力显微镜，利用这个超解像力的显微镜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centrosome 这个 cilia 里面的这些很多蛋白质的这个 map 把它给做出来。那配合上一些分子生物学呢，就可以把这个把我们的 centrosome 跟 cilia 里面的很多的蛋白质的结构都把它给解出来。好，那其中呢，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蛋白质叫 TTBK2。这个 TTBK2 它是发现在 centrosome 里面，可是呢，它也非常有趣的是，它的突变呢会造成这个脊髓小脑的这个萎缩症。那这个过去已经报道有好几个这个 mutation。那我们对这个疾病呢非常非常有兴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centrosome 或者 cilia 呢跟我们的小脑事实上是有关系的。那于是呢，这个王婉金老师的团队呢，就在继续的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功能的探讨，发现呢 TTBK2 呢对于cilia 的这个形成呢非常重要，它可以把这个在这个 centrosome 还没有形成 cilia 的时候，它是在边边，那在 centrosome cilia 在形成的时候呢，它就会跑到比较接近这个中间这个地方。而这个比较中间这个接近的地方，再把它套到刚刚我们使用超解像力显微镜所做成的地图，发现它这一个 ring 跟这个一个蛋白质叫 SEP83 非常的相近，所以呢，我们就假设呢，这个 SEP83 呢是不是有可能会被这个 TTBK2 呢给活化进行用这个磷酸化的一个活化。那刚刚已经讲到这个我们的 centrosome 非常小那这个它大概就500 nanometer 到200 nanometer，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奈米技术的一个展现。那廖仲奇老师在中研院呢，他这个利用我们的超解像力显微镜呢，的确可以把很多的蛋白质把它做出来。那也发现这个 SEP83 呢，在刚刚看到 TTBK2 的这个 map 上面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利用生化的方式呢，来证明说，的确 SEP83 呢是会被这个 TTBK2 这样的一个 kinase 所这个做磷酸化。OK， 那下一张，
我们就发现，这个 TDBK2 的确会磷酸 SEP83，然后呢，去进行这个下面这个很多 vesicle 的这个 recruitment， 然后让这个 cilia 这个正常的进行。那如果呢没有这个 cilia 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啊，没有这个 TDBK2 或者是它 mutation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会造成这个 SEP83没办法被 phosphorylation。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确用生化的方式看到这个会被这个 phosphorylation。在下一张，然后呢，如果呢没有这个 SEP83呢，就会发现呢它的它的 cilia 呢就会有问题哈，它的这个 mutation 的位置把它 mutate 掉之后，就会有造成 cilia 没办法产生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也利用这个 CRISPR 最新的 CRISPR-Cas9 的技术呢，把 SEP83把它给拿掉这边是秀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给拿掉，那也再度的证明这个 SEP83呢，下一张。是对于这个celiogenesis 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 paper 呢发表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执行计划之后呢，发表在相当细胞学相当重要的一个期刊叫 Journal of Cell Biology。应该是没变。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对于这个中心体它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组成呢非常非常感兴趣。我们利用一个叫做 SciLec 的技术呢，来进行这个蛋白质体的一个研究就 proteomics。然后呢，发现呢，我们如果把这个中心体把它给拿掉之后呢，然后呢进行这两个有中心体跟没有中心体这个比较，那就发现呢，有中心体跟没有中心体的比较呢，发现有很多的蛋白质呢，它会由于这个中心体的减少呢，而产生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质体的这个变化。好，那这个于是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了大规模未来对于这个中心体或者是这个 cilia 有 cilia 没有 cilia 有中心体没有中心体这样子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状况呢，来看到底有哪些的 pathway 会因为中心体呢而改变。那我们非常意外的发现了这个细胞自噬 autophagy 呢跟这个 lysosome 这个我们的溶小体的这个 pathway 呢，是会受到这个centrosome 有跟没有呢来进行调控。那于是呢，这个呢可能就会造成这一个我们细胞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细胞的homeostasis 呢，就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利用 proteomics 利用这些超解像粒显微镜呢，来进行这个中心体、中心粒，还有这个我们的上面的 cilia 对于这个细胞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tudy 那 paper 呢目前也已经submit。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进到 animal， 再回到看一下的这个中心体或者是 centrosome 跟这个 cilia 对于这个小脑发育呢，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本来是一个 movie， 我们也发展了一个新的技术呢，事实上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小脑的 cranial window。那这个 cranial window 呢，是在活的老鼠里面呢，把这个影像呢，把这个后面的头骨呢开一个洞呢，之后呢来看这个小脑里面的这些神经细胞那这些神经细胞的发育过程呢，这本来是一个3D 的这个立体的这个显微图，但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上面这些小小的这一个axon 这些 axon 以及呢它的这个细胞体呢，都可以利用在活体的生物里面呢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呢相当突破性的一个发展。那清大林玉俊老师呢，他除了在做 centrosome 之外呢，他也一直在想要用一些方式呢，来利用这个 chemical 或者是用光，或者是利用这个 ultrasound 这样的技术呢，来 induce 在细胞里面的一些蛋白质的这个localization 它的定位或者是它的表达等等这个是非常非常具有突破性的这个研究。那这些可以来 address 非常多的很重要的 fundamental 的一些 question， 甚至可以来进行我们细胞的这些 therapy 的这样子的应用。那比方说呢，它在过去呢就发展了利用这个 rapamycin 来 chemical 去 induce 的一个 dimerization， 来研究这个 microtubule 上面的 glutamation
它的这个在 cilia 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好，那它就利用这个diglutamine 跟这个另外的这个 rapamycin 的这个两个蛋白质可以结合这样的一个特性CCP5 跟这个 rapamycin 的一个 construct， 可以把它带到我们的 centrosome cilia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construct， 你只要加入 rapamycin 之后，就可以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我们的这个cilia 里面，然后研究这个 deglutamation 呢，对于这个 ciliogenesis 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呢就非常酷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是一个 cilia 然后呢，我如果加入 rapamycin， 马上这一个这个蛋白质 CCP5 就可以冲到我们的这个 cilia 里面。那本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可是呢，运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在这个1分半钟之内呢，就可以把这些 CCP5 呢，把它送到我们 cilia 里面，然后来研究我们细胞里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manipulation 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好，那这个呢，事实上是比这个 endogenous 这个 CCP5 进到 cilia 这样子是1000倍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那于是呢，在去年已经前年了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现呢，对于这一个deglutamation 呢，事实上对里面的一个 motor protein 叫 kinesin 2，对于里面它的一些transportatio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林义勋老师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得到了这个李天德的这个青年医药科技奖。好，那除了这个可以送到 cilia 里面呢，这个林老师呢，他也利用各种不同的 combination 呢，可以把东西呢送到我们的 centrosome 里面啊，或者是送到其他的这个很多其他的位置，还有送到 cell membrane 等等的这个都是用 chemical 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也可以送到这个 cell membrane 上面送到这个 mid body 这个地方。那甚至呢，它也发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呢，来利用光照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蛋白质呢送到我们的 microtubule specifically 在这边光照本来在 cytosol 里面的这些蛋白质送到我们的 microtubule 上面去。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除了在技术上的发展之外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蛋白质呢对于这些microtubule 这些这个微管这些构造呢的一个影响。那最近呢，这个我们团队呢，这个林义勋老师呢，甚至利用一个大规模的 screening， 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蛋白质。它是利用他这个团队呢，我们是想说，为什么这个有一些水生的生物，它是对于超音波是可以有反应的。那于是呢，就可以从在水生的里面的生物呢，去找我们在陆生的生物里面没有的蛋白质，就找到一些特别的蛋白质。其中一个呢叫做 Prestin 这个 Prestin 是完全一个新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非常有趣，它会受到这个超音波的这个 recruitment， 然后呢让这个 signal 呢，我们打入超音波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它就会跑到 specific 跑到 nucleus 里面去，然后呢进行下游的这个 nucleus 的这个一些基因的一个transcription 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呢，可以应用到除了这个可以跑到这个 nucleus 里面呢，它也经过了一些改造，做一个 mutation， 让这些蛋白质呢，可以在进行超声波之后呢，就送到这个 cell membrane 上面。好，那这个我们未来呢，希望能够使用它呢，因为过去最近呢，大家很红的是用这个 optogenetics， 用光的这个 genetics 的方法，就光照之后呢，会让这个某些蛋白质一些圈洞打开等等。那可是光呢，它能够进到我们的大脑或者是进到我们组织的这个厚度有限可是超音波这些本身呢，基本上你只要从外面打这个超音波，就可以进到很深的组织里面。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想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做一个全基因的老鼠，然后呢，利用超音波呢就可以来调控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基因的这些表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前瞻性，这是我们在台湾本土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蛋白质，然后新的一个机制。好，那我们在国际合作上面我们也跟国际很多的这个团队进行一些合作我们在台湾其实合作就已经相当广泛，我们从
阳明清华中研院台大以及长庚医院我们在找的这个 centrosome protein 呢，有哪些呢？对于我们大脑发育跟这些肿瘤的这个发展呢，有很高度的这个相关。那以及呢，我们跟全世界包括在这个 Washington University 还有 U of Washington Stanford 这个 Sloan Kettering McGill 加拿大 McGill 在法国Curie Institute 以及在这个比利时的这个Luxembourg 大学不是对不起不是 Luxembourg 是那个叫做布鲁塞尔大学有这个合作，那以及马来西亚跟澳洲，我们在共同要找的就是这些想要把这个中心体及 cilia 这些这个蛋白质呢，对于我们大脑发育以及大脑的疾病的这些相关的基因一网打尽，全部都把它找出来。这个是我们现在想要靠这样子国际合作来找到这些病人，然后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基因。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些在过去的1年里面，我们已经发表了5篇 paper， 那其中有几篇是重量级，包含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用超音波的这个感应的这个蛋白质已经发表在已经被接受在 Nanoletters 它 impact factor 12点多。那我们也有几篇相当Journal of Cell Biology 这个Cellular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这个都相当高点数的这个 paper。那我们也最近有一篇在 Minor Revision 在 Neuron 上面，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蛋白质叫 CEP85L， 它会造成这个大脑发育的这些问题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近期的这些成果。那我个人呢也因为这些发表呢有几个指标性的奖项我们都有拿到，包含中研院的这个年轻学者这个研究著作奖这个友翔科技这个论文奖以及最近的这个永信李天德的这个医药科技奖等等。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把这些刚刚这个陈院士讲到说，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 product 或者是至少 patent 那也的确这个超音波的这种感应的蛋白质呢，我们已经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制裁局呢，已经file patent， 以及美国也在陆续发表这个 patent 等等的那以及我们也对于产业的这个连结包括我们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对于这个产业的这个连结也在各式各样的这一个这个产业的这个发表会呢等等呢都有进行这个发表等等。那我大概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聆听，谢谢。